这是你的卖身契。相爷的意思是，你父亲欠的赌债虽未还清，但念在你这几年陪在本相身边，尽心尽力的份上，剩下的债务就免了。签了它以后，你便是自由身。这是1万两，还有房屋地契，保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若我说我不想离开相府，嫌少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秦四行，你明知我对你……谢少，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你没得选择。早在我们开始时，你就该明白，我与你之间的关系要结束，只是一句话的事。我们好聚好散，再纠缠下去就没意思了。我是谢昭，眼前的男人是名扬天下的秦相爷。在我16岁时，父亲欠下巨额赌债，走投无路之际，将尚是年幼的我下药送到秦四恒床上，以此抵消债务。他是谢明川的儿子，他私自把人送来，说让相爷再宽限他几天。滚开！别碰我！相爷，属下这就将人带走。不必，你且退下。你敢碰我，我一定会杀了你！年纪轻轻便长着这么一副勾魂摄魄的美人皮相，长大不知道会祸害多少小姑娘。只是这脾气还需调教。秦四恒，别乱动，很难受。我能忍。能忍还一个劲儿的往我身上蹭，故意的还是……那你就别靠近我。是你先往我怀里钻的。看你这双大长腿都不老实，开始缠我的腰了。这张嘴也不老实，乱咬人。你给我喝了什么？解药。本相虽好男风，但也不至于禽兽到对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下手。父亲的赌债，我会还清。杀红眼的赌徒，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能卖，你还认他做父亲，对他抱有期待。你身上的伤是他打的？他酗酒，喝醉了酒，六亲不认。没想过逃？想过，但每次都会被他抓回来，下手就比上一次更狠，也就学乖了。还是只小可怜。叫什么名字？谢昭。你的卖身契在本相这里。至于你父亲谢明川，本相已经派人废了他的双手，他不会再骚扰你。谢谢，我力气大，能干杂活，会。不用急着言谢，本相不是做慈善的，帮你是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给爷暖床。逗你的，瞧瞧，耳根都红了，真不经动。等你成年自会告诉你，但你要记住，谢昭，往后你的命、你的人都归本相。秦相爷来了。我与秦四恒相差7岁，那时候我便以秦四恒表弟的身份留在相府，他将我视为掌上明珠，补全我少时的遗憾，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。练得不错，是哥教的好。与秦四恒相处后，我发现他并非传闻中那般残暴可怕，而我也在他温柔宠溺的眼神中渐渐失了心。等到成年，便将自己义无反顾地献给了秦四恒。阿昭，今儿你生辰，你想？哥，我待会儿再来，你先。阿昭，哥。
我已经成年了。阿昭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知道，在做我日思夜想的事，在做看到哥哥就魂牵梦绕的事。你此刻叫停，还来得及。为什么要停？哥也动情了，不是吗？这些谁教你的？无师自通。哥，我有男人的本能，只是剩下的等哥亲自教我。小小年纪就这般放肆，胆大妄为的爬上哥的床。我不小了，况且你未婚我未娶，有何不可？哥，心跳得好快。谢昭，哥，你的眼里有跟我一模一样的渴望，还有想对我的征服，忠于本能不好吗？给过你机会了，后果自己承担。陆言，我们都失控了。人一旦得到了自己想要的，就会变得贪心，想要的就会更多。以前我只想靠他近一点，后来我又想让秦四恒的心里只装得下我一个人。可就在我无比期待与他的未来时，哼，相爷是真打算一直把那位谢小公子养在身边？一个混迹街头的穷小子，哪配得上尊贵的秦相爷啊？他足够乖巧听话，觉着有趣儿，当消遣的玩意儿，留在身边玩玩而已。我才知道，他从未将我的真心当回事儿。觉着有趣儿，当消遣的玩意儿，留在身边玩玩而已。等你就会找合适的理由分别。向来清冷自持力，那夜喝得烂醉如泥，狼狈不堪。而第二天，秦四恒将我的卖身契放在我面前。昨日在酒楼，你听到？未曾听到。打算自欺欺人。哥，其他话多说无益，拿着钱还有你的卖身契，明日离开相府。所以你嫌我烦了？是你想要的太多，过于贪心。若你不求其他，本相或许还能留你几年，毕竟你很听话。我不过是追求一颗真心，这也算贪心吗，哥？可你要的，往往是我给不起。谢昭，我既是自由身，那去哪都是我的选择。秦四恒，你一天没有成婚，那就说明我还有机会。哪怕你现在对我无意，我也不会轻易放开他。本以为你有自知之明，如今这般死缠烂打，有何意义？至少能离得你近一点，不怕被轰出相府。除非把我的腿打折，否则我不会走。往日的缠绵悱恻，入骨欢爱，让我天真的以为我在秦四恒眼里总会是不一样的。假以时日，一厢情愿终会变成两情相悦，直到秦四恒将一位失忆的红衣少年抱在怀里，带回府中。你是我今生向我却跌落掌心的火，越是可盼越是难以触摸，销魂当魄。哎，相爷怀里的不是方家的小少爷吗？京城出了名的美人呐！记得几年前，相爷还追求过方公子，京城人尽皆知。只是那时被叶太尉抢先出手，夺了美人芳心，不然这般温香软玉，相爷早收心了。话说，你不觉得谢公子跟方少爷长得很像吗？难怪这几年谢公子会如此的相爷宠爱。
四恒，你想把方迅留在相府，我不同意。我不是在跟二姐商量，此事本相心意已决，就算二姐不同意，方迅本相要定。胡闹！京城人人皆知，方迅是叶太尉的人，你堂堂与国左相，与人争风吃醋，成何体统？跟叶太尉抢男人，这事传出去，别人又会怎么看你？那又如何？我从不在意外人眼光。那你也不管相府颜面？先不说方迅已是别人的未婚夫，如今他失忆，根本不记得你。即便日后恢复，你也并非他首选。你跟叶文州政见不合，本就互相不对付。要是再让他知道你觊觎他未婚夫，他会怎么对付你？你想过吗？哼，他尽管来便是，本相岂会怕了他？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自从带方迅回府后，秦四恒从未正眼看过我，眼神陌生到我们之间的过往种种，仿佛只是我的错觉。二小姐，阿昭，四恒被方迅迷昏了头，我不能再这么放任他胡来。二小姐的意思是，你喜欢四恒，对吧？不用急着否认，在相府的这几年，你也算是我看着长大的。我了解你的为人，比起方迅，你更适合四恒。但只要方迅在他身边，你便毫无胜算。可我若是动了方公子，我看相爷就更没有可能。那你就甘心一辈子当他的侍从？我心悦相爷，会光明正大的争取，但伤害无辜，让相爷心寒的事，还望小姐见谅。看来得另寻他法了。我绝不允许四恒身边出现别有用心之人，毁了相府。二小姐，此事交给下属吧。叶太尉为了找他，翻遍整个京城；秦四恒为了留住他，更是不顾相府颜面，与叶文州为敌。看到方迅温润如玉的相貌，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何谓嫉妒。你是相爷的贴身侍卫谢昭？这阵子不要到处乱跑，多找几个侍卫护在身侧。我不愿跟方迅动手，但难保二小姐找别人对他下手。他若是出事，秦四恒会很难过吧？公子的意思是，有人想对你不利。我听府中下人说，谢公子跟相爷关系匪浅，素日以兄弟相称，实则，而相爷这几个月对我呵护备至，如今公子来找我说这话，你觉得我别有用心？只是试探而已。你可以选择不信，我言尽于此。不过方公子应该能察觉到，自己早被人盯上了吧？不仅是方公子的旧情人叶文昭在打听你的下落，还有……我不记得什么叶文昭。我对别人的私事也不感兴趣，只是好心提醒。方公子不领情，我也无话可说。糟糕，秦四恒说过方迅不识水性。救命！抓紧我！方迅，快传大夫！方迅，千万别睡。黄良心，我该醒了。秦四恒，我好累，不想再坚持了。大梦初醒，我竟重回到一切还未开始的时候。以后你便是自由身。这是1万两，还有房屋地契，保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嫌少，还是你想要其他？当初父亲欠了多少，我就还多少，这些补偿，相爷收回去吧。想以此作为要挟，留在相府。谢昭，早在我们开始时，你就该明白，我与你之间的关系要结束，只是一句话的事。我们好聚好散，再纠缠下去就没意思了。
相爷多虑了。他真的假了？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执意攥在手心，只会弄伤自己。强求，必会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既无缘，就无需留恋。谢昭自知身份低微，配不上相爷。这几年，相爷能与我安身之处已是恩惠，我不奢求其他。剩下的债，我会在7日内付清。望相爷此后家人在怀，子孙满堂。说了不需要你还，是我不想欠相爷分毫。相爷可还有事？房屋地契都不要，那离开相府你住哪儿？这就不劳相爷操心了。爷，谢公子这话不太符合他往日风格。他平日对爷是很敬重，从未说过半句重话，怎么今日……欲擒故纵的把戏，我能看出来他动了真心，就不信他舅子会愿意离开相府。万一他是认真的呢？若他真有自知之明，当然再好不过了。哼，说了以他的性子，不会这么轻易离开的。还是爷了解谢公子。去开门，看看他要说什么。谢公子是来找相爷的，我这就不用跟他说我来了，我只是来还相爷之前送的物件，替我转交给相爷吧，麻烦了。这些是爷送给谢公子的生辰礼，怎么？我已经收拾好东西，今晚就会离开相府。平日用不到这些，拿着也只是累赘，还是物归原主的好。你以前不是最珍视这些物件吗？怎么成了累赘？这些是相爷曾经送的，所以我会加倍珍惜。但我们如今的关系，不适合再把这些物件放在身边了。本相又没赶你出府，为什么着急离开？总归是要走的，早晚而已。况且，我不想再叨扰相爷。本相送出去的东西，从不会收回来。这些东西你拿回去，不然就扔了。那便扔了吧。谢昭，你想好了，出了府，就算你日后想回来，本相也不是相爷让我离开的。我本意只是想结束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并非想让你走。我还是你的义兄，相府是你家。既然结束，那何不断得干净点？以兄弟之名做尽情人之事，本就是错误。我确实不想再与他纠缠不清，但为何看到他无夜思晚凉，我心里这么不是滋味？相爷，若无其他事，我先走了。我们后会无期。谢昭，你后悔？我此时若不走，才会后悔一生。秦四号，我们到此为止吧。如何？可有方勋的下落？京城里里外外都找遍了，方少爷他还是不见踪影。方勋，有种就跑远点儿，别让本后抓到你，不然腿给你打断。这头畜生，那个月都能闻着味儿找来。不过来的也好，被方勋挑起的火，正愁没处发泄。这时，安吉
气排行榜第10的暗器飞火流星。阁下既然来了，何不出来打个招呼？倒是听过叶文昭容颜绝色，没成想竟是这般妖孽长相。目不转睛地盯着我，阁下可满意自己看到的？也就那样，一般般。被人看光了不说，还被嫌弃了。一般般。都是男人，该有的我也有。看多了实在没什么好看的，不是针对太尉大人的意思。认识我，又顶着跟方迅相似的脸，恰好出现在人烟稀少的野外，出手帮我，引起我的注意。我不认为这是巧合，给你半刻钟，说出你接近我的意图，否则……私下调查太尉大人行踪的事，我不否认。至于我的相貌，为何长得像大人的未婚夫，这确实是巧合。那你从本侯这里图什么？大人方才也看到了，我会使用暗器。若有原材料，我还能将排行榜前10的暗器都制作出来，交给大人。条件？1000两银子，帮我还清债务。此后，我便替大人做事。若没有过硬的背景和身份，凭我一人之力离开秦思恒的视线，在京城站稳脚跟，并非易事。寻求他死对头叶文昭的庇护，实为明智之举。才记起来，你是不是秦思恒那位养在身边、名义上的表弟谢昭？我在宫宴上见过你。是，但我现在跟秦相爷没关系了。大人不信？本侯为何信你？谁都知道你是秦思恒的人，而他又与我积怨已久。万一你是他派来故意接近我，骗取本侯信任，日后又与他里应外合……太尉大人既然对我们之间的事了如指掌，那应该也知道相爷对我无意吧？略有耳闻。失衡的关系是无法维持长久的。我于相爷而言，不过是排遣寂寞的玩意儿罢了。我不想再跟他保持这种关系。你投奔我，是想跟他报仇？他不欠我，只是单纯不爱我而已。我不会因此记恨他。那我不想依附别人而活。今日来找大人，也是想借助大人的关系，在京城站稳脚跟。你给出的条件很诱人，不过要跟本侯谈条件，上面说的筹码还不够。大人的意思是，你的容貌跟方迅很像，只是他不安分，出逃后到现在都不知所踪。我可以帮大人找方公子。不，本侯改变主意了。他既然不愿留在本侯身边，那本侯也找个与他相似的替身，养在身边玩玩。太尉大人和方少爷已有婚约，这么做，大人不怕方少爷心灰意冷，与您决裂吗？你只需回答愿或不愿，其他的无需你操心。原来身居高位的男人都不屑玩深情那一套，不会只钟情于一人。秦思恒这般，叶文昭亦如此，无一例外。当然，借助这层身份，本侯会替你摆平秦思恒，让他没有机会骚扰。当替身可以，但不暖床，不陪睡，平时保持安全距离。大人若是能做到以上几点，我没有意见。秦思恒都舍弃你了，还要为他守贞洁？与相爷无关，我只是对心有所属之人，着实没兴趣。你若答应本侯，这里的位置可以是你的。我不会在同样的坑跌倒2次，还是等大人把心疼干净再说吧。你倒是有原则。我不想掺和别人的家事，给自己徒增事端。本侯答应你，不过只要你忍得住，本侯也不会强人所难。毕竟这事还是两情相悦更好。大人放心，这点自制力我还是有的。好，成交。我还真是捡到宝了。秦思恒，本侯很好奇，你们看见自己昔日的旧情人躺在死对头怀里，你会是什么样的表情？真让人期待呢。离7日期限还剩1天，1000两银子不是少数。谢昭，本相等你回来求我。爷，
谢公子他来了吗？是来认错的。谢公子吩咐小厮送1000两银子到相府。他自己人呢？没来。本相不是命令让京城所有的钱庄不许借钱给谢昭吗？他无亲无故的从哪儿借的钱？这属下也不知。谢昭，你是打定主意要跟我一刀两断是吗？相爷，宫里来人说今晚皇后娘娘在宫中设宴，邀请了相爷。二小姐已经进宫赴宴，又命奴婢问问相爷的意思。去备马车。是。你今日怎么了？别人敬酒怎么都没反应？不想喝。今日是皇后设宴，总要给她个面子吧，收敛一下脾气。知道了。太尉大人到！牌面还挺大。谢昭，他怎么会出现在叶文昭身边？思恒，皇上和皇后看着呢，这般失态，成何体统？还不坐好？难怪走得那么干脆，竟然攀上叶文昭这个高枝。叶爱卿平身，入座吧。谢皇上，你坐本侯身边。这许礼不好，谢文昭，别忘了你答应我的。平日朝堂上被秦思恒处处压一头，不过想顺势气气他而已。你慌什么？还是怕他误会？他巴不得甩开我找不着别人，他根本不在意。大人此举只是徒劳。那可未必。你没看到他眼神带着刀子，恨不得撕了本侯。若不是秦小姐拦着他，怕是早冲过来了。阿昭，他看着也不像你口中所说，对你毫不在意。自尊心作祟吧。总之，绝不会是因为喜欢我，心生醋意。无论什么原因，反正本侯扳回一局。我真的太喜欢看秦思恒这看不惯我又弄不死我的模样，好玩极了。爷，是等谢公子吗？谁要等他？回府。秦思恒还没走，要不要去跟你的旧情人叙叙旧？没什么好叙的。等等，左相大人，可有事？本相有话要跟谢昭单独谈谈。并非是本侯有意阻拦，只是谢昭他已经跟相爷没关系了。如今他是本侯的人，要避嫌。叶文昭。我说了要见你，便拦不住。好，你想见谢昭，我没意见，但是不是还要看他本人愿不愿意？谢昭，下车。秦相爷，我欠相府的债务已经还清了。别让我再说第3遍，立刻，马上下车。好聚好散，秦相爷别这么玩不起，自讨没趣。走吧。比我想象中还要决绝。你去哪儿了？夜色已深，我等你很久了。是我对你不好吗？谢昭，你跟谁不好？非要找叶文昭？二小姐，爷他去找谢公子了，才耽搁了。谢昭是好孩子，我劝过你。别做得太绝，给彼此留点余地。如今这般，他会回到我身边，一定会。未必，阿昭看着好说话，实则性子倔，什么事都要做到极致。喜欢你的时候，他能对你掏心掏肺；舍弃你时，也会毫不犹豫。当他离开相府的时候，就说明他对你也无任何期待。不可能，他那么喜欢我。几年的感情，岂是说放下就能放下？是啊，他那般喜欢你，你呢？
看吧，你在犹豫，你自己都做不到的事，凭什么要求谢昭做到？思痕，你打心眼里觉得谢昭配不上你，从未正视过他的感情。既如此，就不要再随意插手他的事，讨人嫌。你比我大2岁，我可以叫你哥哥吗？当然可以。哥哥，那我是不是可以时常来找哥哥玩了？好啊，我等你来找我玩。秦家小少爷也不过如此嘛，3言2语就被人骗来了，真蠢！你答应过我，只要我把他骗过来，就会放我走。黎青，我把你当朋友，你却骗我。哥，你是不是又做噩梦了？没事的，我在你身边。阿昭，阿昭，既招惹了我，就休想全身而退。各位国人，这是奉太尉大人的命令，捉拿朝廷要犯，任何人不得阻拦。是。方迅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是你自己开门还是？看来是不打算配合了。那抓到你了，宝贝儿。你到底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你猜？你别过来！叶文州，你再靠近，我会……不是跟你说过，这种危险的东西别乱碰吗？万一伤到自己怎么办？让你别跑，你也不听。宝贝，你真是越来越不听话了。滚开！叶文州，我是不会跟你回去。过几日就是我们大婚之日，说什么胡话？你这是第几次逃跑了？还记得我上次说过什么吗？逃1、2次我可以容忍，就当是我们之间的情趣。但方迅，我的耐心也是有限的。你就是个疯子，叶文州，死也不会跟你成婚。宝贝，你这次真的是让我生气了。你要做什么？下手轻点，看好他，别让他弄伤自己。主子放心，既然不听话，那便把脚筋挑断，给一点点教训。讲得真可爱，宝贝儿，你乖点儿，就不用受这罪了，不是吗？不过也好，以后想逃也逃不掉。还好，只是一场梦。看来只能想办法接近秦思恒，得他庇护。爷，是方公子，好像受伤昏迷了。把他安置在偏院，再给他请个大夫。明明是与谢昭有几分相似的脸，为何我却对他没有任何兴趣？有这些暗器，我们镖局出任务便可减少伤亡。哈哈，真是有劳谢公子，还有太尉大人。杨老板客气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他怎么又来了？谢昭，
就这么让你不耐烦，连同我说几句话都不愿意？我只是想不通，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，与你有关。这雨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停。对面有家酒楼，我们去那儿说。曾经不起眼之人，会成为我如今拼了命也要想见一面之人，还真是。多次相邀，能让相爷这般锲而不舍，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儿？阿成，我想你，几个月见不到你，我本以为自己能忍，但直到看到你，才知道对你的思念已经快要把我逼疯。若是这种无关痛痒的话，就没必要谈了。你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，你会想尽办法创造与我独处的机会。相爷也说了，那是以前，我如今不爱你，自然觉得与你相处就是浪费时间。叶文丑呢？你为他做事，是因为你喜欢他。是。不敢不放不悔过，不疯不活成我，你却非懒若佛陀，渡不了我。我知你你在说谎，谢长，你敢看着我的眼睛说你喜欢他？打开看看。相爷想说什么？我知你对我心存怨恨，我也承认我不是好人。但叶文州他又能是什么好东西呢？我至少从头到尾只有过你一个人。可他呢？先不论他与方家有婚约，无日就要娶方家大少爷方迅，这些是他之前的风流韵事，他的蓝颜知己遍布京城。跟这种人只会害了你自己。说完了。谢昭，你虽不认我，但我们兄弟情分尚在。我是为了你好，别再跟着他了。回到相府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我既然能找叶文州，会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？你对他没有感情，那你在叶文州身边是为了报复我？我与你并无深仇大恨，为了这么无关紧要的事，将自己下半生赔进去，不值。可那日你走得那么干脆，是早就想好了退路，投奔叶文州。叶太尉能与我安身之所，让我有用武之地，当然也有你一点原因。什么原因？相爷是真不知道，那日我走后，你下了死命令，京城没有任何店铺敢冒着得罪你的风险收留我，世家贵族更是对我避之不及。没有收入，我只能等着活活饿死在街头。你若回来跟我说几句软话，我便走投无路之际，偌大的京城只有叶文昭，只有他敢收留。秦四豪，是你将我逼上绝路，我没想将你逼死。秦相爷权倾朝野，我一个无权无势的侍从，想杀了我，全凭相爷一句话。谢昭，我说了，我从没想过要你的命，你只是想看我像条狗一样向你摇尾乞怜，向你讨宠，或苦苦哀求相爷高抬贵手放过我，来满足你那可怜的自尊心。可惜让相爷失望了，我宁愿去投奔相爷的宿敌，当他未婚夫的替身，也不肯向你服软。秦四豪，当初让我走的事，我如你所愿，你也不要纠缠不休，给彼此留点颜面。爷，太尉大人来了，说是来接谢公子回府。以后别再找我了。谢昭，你需要钱，叶文州给你多少，我出10倍给你。没想到我身价还挺高，让万人之上的雨国左相能开出这么高价。你想要什么，我都送到你面前，你别跟他走。理由？凭什么要听你的？你还是我名义上的弟弟，相府2公子，我有资格管你。早就不是。这么说，你不打算再认我这个义兄了？是你先不认我的。阿昭，如果说我后悔了呢？你要我的真心，我可以。迟来的深情，
一文不值。聊完了？回去吧。还是头一次看到素日清冷金贵的秦相这般狼狈的模样。叶文州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行啊，就看谁先抱得佳人归。阿恒，身上怎么淋湿了？发生了什么？他不要我，而且他不要我，我该怎么办？谁？谢昭？额头怎么这么烫？哎，去传大夫。二小姐不必担心，大夫说相爷只是受了风寒，休养半个月就会痊愈。可他不吃不喝，连药都喂不进去，嘴里只喊着谢昭的名字，这样下去不行。你照顾好他，我去太尉府把谢昭找过来。这是方公子来过？来过，又跑了。这婚书，叶方两家是世交，我与方轩被一纸襁褓之约拴在一起。之前他多次想与我退婚，还逃跑试图让我妥协，但我不愿意，次次把他抓回来，我们就这么拖着。现在呢？现在婚书也被他撕了，我同意与他退婚，我们之间结束了。不过也好，我再也不会被他管着，爱怎么玩就怎么玩。当然也是因为你的缘故，你的性子可比他有趣多了。我好像知道方少爷为何不愿待在你身边了。还能因为什么？是他矫情，要爱作，想用这种方式引起我注意罢了。是叶大人看色多情，对谁都有情，实则最是无情又滥情。情是世上最无趣的东西，眼前的欢愉都比情爱来的实在。大人还有事？谢昭，我们成婚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婚姻的前提是双方要有感情基础。感情是可以培养的，跟我试试吧。大人，相府二小姐来拜访。定是来找你的，要见吗？见。若是重要的事，别因为私情耽搁。只给你半颗钟，也想追求你，肯定不会让你跟前任的姐姐有过多牵扯。至于方才的问题，你不用立刻回答我，也等你。二小姐的意思是，相爷少时被人蒙骗绑架，有过童年阴影。我没必要骗你，阿昭。本来你们之间的事，我不便插手，但少时的遭遇让阿恒不再轻易地相信别人，心被裹着一层茧，连自己动心了都不自知。你是第一个走进他心里的人，给他一次机会，别那么轻易地放弃他。你离开后，思恒日日睡在你屋里，我彻夜难眠，还多次派人打探你的消息。我想他这次是对你动了真心。他只是不习惯，等日子一久，便会忘了我的。看来阿昭还是不信思恒。你有心结，我不逼你，只是你能不能跟我去看看他？那日他回来后就受了风寒，躺了好几天，伤还没退，药也不肯吃，嘴里只喊着你的名字。算是我的请求，阿昭，就当是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就去看他一眼吧。等他醒了，你就离开，不会让他发现的。好吧。那是方迅，不是叮嘱沈怀旭这小子别让其他人靠近思恒吗？这方迅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见了鬼了！我好不容易说动谢昭来看他，
这下好了，又打回原形。相爷身侧已有照顾之人，我不便进去。不是，阿昭，方勋他今日才来，阿很想见的人是你。哎，阿昭，等等，先别走。少爷是明明见过他的绝情，为什么还要对他心存期待呢？谢昭啊谢昭，你真是太可笑了。相爷是何时知道我并非真的失忆？大病一场，我梦到了前世的事，或是说，见到的场景过于真实，不像是简单的梦。醒来后便试探你一二。原来他也想起了前世。我本意不是想欺骗相爷，只是想接住我的手，脱离叶文州的掌控。若是之前，本想可以考虑帮你一把，但现在我这里装着一个人，不想做任何让他误会的事，不想让他失望。抱歉。该是我说抱歉才是。我与叶文州之间的事，本不应该牵连旁人。爷，不好了！3日后，谢公子和叶太尉要订婚了。你说什么？一时赌气，答应与叶文州订婚，跟秦瑟恒一刀两断，转头就成了他死对头的未婚夫，也不知道这选择是否正确。怎么还没换衣服？是后悔了？没有，只是太尉大人不后悔。你可是爷的摇钱树，我怎么会后悔？今日订婚，我可是把京城有头有脸的人都请来了，反悔也来不及了。快换衣服，别让宾客久等。秦瑟恒，放手！别跟他争气。相爷若是来跟我道喜的，我欢迎；若是来捣乱的，谢昭，我知道你为何不愿回到我身边了。我曾负了你，还带别的男人回府，伤了你的心。对不起，那时的我太混蛋，对你的感情模糊不清，让你难过了。可阿昭，我真的没想轻贱你，也没想过逼死你，我只是想挽回你的心。晚了，秦瑟恒，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但你我回不去了。你的病还未好，回去吧，别让秦小姐担心。别走，阿昭，你若真与他订婚，我一定会杀了叶文州。忍得不行就来硬的，秦瑟恒，你也就这点本事了。祝太尉大人和谢公子百年好合。多谢各位赏脸来参加我的订婚礼，大家喝得尽兴。爷，恢复吧，您的病不能再吹风了。太尉大人，求求你救救我家公子！你是方勋的侍卫，他怎么了？公子被山间掳走了，还说1刻钟之内要是见不到大人，就活活烧死我家公子！求大人救救公子！订婚礼，我以后再不给你。对不起。所以，我这是再一次被舍弃了吗？就说这俩人的婚礼指定不成，你看看，
听到方公子的消息，叶太尉毫不犹豫地抛下谢公子离开。方公子跟叶太尉有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在，自然比旁人之间的情谊更深厚些。是啊，被当众回婚，谢公子这次真的要成为全京城的笑柄喽。婚礼继续，是秦相爷，他这是打算公然抢婚？什么抢婚？叶太尉和谢公子连仪式都没办，算什么订婚？阿昭，你可愿答应与我缔结良缘，成为我秦思恒此生唯一的伴侣？秦思恒，你不是模糊不清的兄弟身份，也不是犹豫不决的情人，而是无可替代的爱人。爱人，在我又一次孤立无援、成为众矢之的时，向我伸出手的还是秦思恒。秦思恒，相爷本就受了严重风寒，还未痊愈，现在又持续高烧，气血亏损，他这情况很危险，能不能熬过今晚，全看他造化了。劳烦大夫，阿昭又给你添麻烦了。今晚，我相信他能熬过去的，我陪着他。前世我竟引诱了性命，秦思恒，真不知道此生再与你纠缠，于我而言是福是劫。但不论是福是劫，我知道自己根本放不下。快醒来吧。方轩，你自导自演这么一场戏，扰乱我跟谢昭的订婚宴，到底想干什么？那你不顾一切的来救我，是因为什么？既然你我婚约已作废，以后就不要玩这些无用的戏码。你要去找谢昭，与你无关。你就算去找他，谢昭也不会见你的。方轩，我的事轮不到你管。叶文昭，你我指腹为婚，我比你大几个月，习惯用大哥的身份照顾你。你喜欢撒娇，又不喜欢我与旁人亲近，我便如你所愿，拒绝所有人的示好，只围着你转。20多年，我从未一刻忘记过爱你。可你玩心重，外形条件优越，我眼睁睁看着你身边的小情人换了一个又一个。我总以为你是小孩心性，等你玩够了便会收心。可事实证明我错了，你根本没有心。我知你对谢昭也并非真心，你只是享受受虐的快乐。所有人在你眼里只是猎物，得到手你就不会珍惜，等时间久了，就又把人随意丢弃。你不是他的良配，不是我，怎么知我心中所想？是啊，我怎么知道的？前世我受不了你的三心二意，假装失忆离开你的身边，寻求秦思恒庇护，又执意与你断绝关系。你易容成秦思恒的模样来相扶，恰好看到我落手。那时我分明看到你眼里的担心和慌张，我以为你是在意我的，可后来等我又回到你身边，你却……方轩，跟一个风流浪子谈真心，不觉得很可笑吗？那时我才知道，我与你身边那些来来往往的情人无任何区别。原来前世救方轩的人不是秦思恒。叶文昭，喜欢你这样的人真的很累。抱歉，
雪，我这辈子最不想伤害的人便是你，可最后还是伤你最深。若你真喜欢上谢昭，倒也好了，说明至少你还有爱人的能力，世上还是有个人能让你浪子回头。可你只想追寻征服他的快感。我想，相爷比你更适合谢公子，才自作主张演了这么一出戏。风雪，我明天就要离开京城，重来一次。我想去一个没有你的地方，为自己活一次。保重，小昭。方迅是我的童养父，他是我的，你们谁都不准跟我抢。小昭，别胡说八道。我才没胡说，俺娘说了，是天定的姻缘，等长大了，你就是我的夫人。留恋风月太久，我竟忘了情爱是何滋味。谢天谢地，你小子终于醒了。二姐，谢昭呢？怎么没看见他？我要去找他。给我躺好，病都没好，一个劲儿的折腾，还想去鬼门关再逛一次是不是？我昏迷的时候，明明听到谢昭一直在我耳边讲话，他……阿昭，瞧瞧这点出息！还能这样抱你，真好。怎么又下床了？你是真不想痊愈了吗？说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，我就算卧床不起也不在意。美的你，我可不会一辈子照顾一个病秧子。一辈子？阿昭，你的意思是？刚痊愈，身上没力气，其他方面倒是挺精神。是他把你认出来了？别耍流氓！阿昭，方才的话说清楚，不然我不明白。都这样了还不够清楚吗？我想听你亲口说。秦思恒，我们折腾了这么久，我必须得承认，与你的过往种种，我确实不能完全放下。阿昭，听我说完，你是权倾朝野的左相大人，家世显赫，我却是一个没人要的孤儿。我们的关系从最初就是不平等的，我怕你对我只是一时兴起，怕你也觉得我配不上你，与其拥有后失去，还不如一开始就放手。所以我只想远离你。谁说的？你才不是没人要的孤儿。谢昭，你是我秦思恒的弟弟，是相府名正言顺的二公子，以后会是我的爱人，没人敢轻视你。话虽如此，但这些身份都是你给予我的，你何时想收回，就能悉数收走。而我是想靠自己，站在与你平等的位置上，这样你便不会。我人都是你的，更何况那些身外之物。对你来说是身外之物，但对我而言，有时恰恰能救我的命。身份是无法逾越的鸿沟，我不想一辈子提心吊胆、猜忌，想象你何时会变心，想……还有话，你能不能安分点？你听我说完。我听着呢，你说你的，我亲我的。你一亲，我就腿软，还怎么说？好，这怪我。阿昭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。这枚令牌能调动秦府名下所有资产，若有朝一日我犯了浑，你可以用它将我赶出相府。若真有那事，二小姐岂不是会扒了我的皮？不会。比起我，二姐更喜欢你这个弟弟，她巴不得来个人管着我呢。这么重要的令牌真的给我，不怕我把你卖了？首先，我敢保证不会有那日。其次，我是想告诉你，若京城真的存在能搞垮我的人，那人只会是你。爷，叶太尉他……阿昭没空，不见。洪总，不是，太尉大人只是留下谢公子制作的暗器，还有1万两银子就走了。算他识相。
你别这么幼稚啊！那些暗器是我用了大半年才制作完成。叶太尉他没有私藏转卖，而是给我送过来，估计是想向我赔罪。替我多谢叶太尉。谢公子放心。你还会制作暗器？我会的多了去了，你别小看我。不敢，我夫人最厉害了，什么都会，是为夫见识浅薄。你还挺会顺杆子往上爬。哎，我们婚都定了，该改口。刚不是说什么都会吗？来，宝贝，叫一声夫君听听，看你以后的表现。哎，谢天谢地，两人终于和好了，我可以安心筹备两人婚礼了。这下二小姐可以放心了。方迅的事我还没跟你算账呢，你那日怎么搞的，还能被人打晕关在柴房里？沈怀旭，只有本小姐能欺负你，你听到没？以后不准再受伤。听到了，保证以后寸步不离的守着小姐。这还差不多。走，发喜帖去。一生有2次幸运，一次是遇见你，一次是与你携手走到底。往后余生目之所及，皆是你。